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说的就是丰田车。国际3大硬通货，美金、黄金、丰田车，说的还是这个丰田车。那这个开不坏的丰田车呢，为什么被开坏了呢？机油，前2天我修了一台汉兰达，烧机油啊。那这台普拉多机油是不烧的，烧防冻液。车主啊，直接把防冻液干到每100公里烧1桶防冻液，相当的夸张啊！前面开，后面冒水汽，不知道的呢以为是燃烧的好，排气管里出水，实际上呢是防冻液烧掉了。那为什么会烧掉呢？因为高温。那为什么会高温呢？被车主开的这么猛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到我手上的时候，车已经没法开了。那我们尽可能的替车主省钱，但是又要保证维修质量，可靠的完成这个维修作业。那在我这里呢，修个20万是不可能的，也就几千块钱啊，把它搞定掉了。OK。丰田普拉多早上冷启动，排气管冒白烟，更换气缸床，检查缸平面。丰田普拉多早上冷启动，排气管冒白烟很浓啊，而且防冻液少。我操！表显公里数29万，然后客户反映在来的路上发动机故障灯点亮，并且有点抖动。下喷油水。下嘟嘟棒，下空调棒，这个盖，哎，顶盖下来。行。起腾腾，刚盖了啊！啊操！哦，这个很明显了，这个明显冲掉啊！放进去13次啊！有一丢丢，这有一丢丢，这边放进，这两边中间，这个好的，质量钢铁啊，钢铁好。这台丰田普拉多平缸盖就是这台你们所谓的2战的机器平的，看一下啊，1980年，正是这种你们瞧不起的机器，够用就行了，对不对？不要动不动就什么数控高大上，能拔农的就是好膏药，成本呢，对不对？缸盖拆了一刀，然后换了一张加厚的钢垫。这样靠谱吗？缸盖按照它的标准扭矩再给它打回去。现在打角度啊，打90度，有画记号的底下。你们都看到了，坤哥干的活漏了找坤哥。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安装凸轮轴啊，轴瓦里面记得抹一下组装油。坤哥想的周到。这个客户就处理一下缸盖，换一下钢垫，里面的话他都不管了，他说不用管。主要是钱难赚。正时链条安装完毕啊，点对点，点对点，点对点，保险拉掉，边盖安装完毕啊，准备安装水泵，完美安装助力棒啊。旧的水泵这水堵这里啊已经开始漏水了，之前水库结的很多，然后给它更换一个全新的水泵。走。启动，发动机走得很稳啊。更换全新的爆震传感器以及这些短的线束。它来之前的话亮发动机灯，这个爆震传感器当时拆出来的线束已经破皮，这些都是接固的搭在一起的线束。更换全新的爆震传感器以及线束，之前的它这个线束就这么接着，也都搭在一起的。爆震传感器更换完毕，按照标准扭矩给它打上扭矩，安装进气管准备。发动机运行十分平稳啊。故障灯现在已经没掉了，之前发动机故障灯是点亮的。早上第一把已经没有那个浓烟滚滚的感觉了。试车啊，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那个老黄，这个车开了大概试车试了多少公里啊？大概100多公里，100多公里了是吧？那我们试车试100多公里，这也够了，总不可能试个500-600公里，对不对？100多公里，大油门，去点驾驶，没有毛病，那基本上就不会再有问题了。那这有问题，那就是点费，那我也认，对吧？但是我们每一台车都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能多试就多试，能好好修就必须给它好好修。经过1个礼拜的艰苦奋斗啊，我们是又省钱又保证质量的把这个车给它修好了。那我们的维修方案你们也看了，高温过的平面不平的，直接一刀车平，用你们最瞧不起的2战时的长钢设备给它把钢体平掉了。那按照刘彦鹏说的，或者按照那些你们这些人说的，是不是应该把缸盖给它换了，还是把钢体给它换了？这得花多少钱？你们想过没有这个问题，是吧？那么现在修完以后，
虽然说我们经过了机械加工，但是呢，开起来的性能是丝毫不差的。经过我们试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其实我们维修行业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能替车主省就替车主省，但是该让你换的东西是确实没有办法修了，你该换就换不要把我们汽修维修人员想的那么邪恶。另外呢，这个车来的时候还是带故障码的，实际上呢是爆震传感器线束坏掉了，那换了一个爆震传感器线束，这样一搞之后呢，连发动机故障灯也消除掉了，现在就是一台十足的好车。好了，这一期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车爱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完美交车。这台奥迪 A4 烧机油修完之后，绝对是最刁的奥迪 A4。这台车故障码不多，但是要用的黑科技很多。在开始今天的精彩维修视频之前，插播一段求人启事啊，谁走丢了呢？本帅走丢了，走丢到哪去了呢？走丢到南京新起点。那为什么要走丢到这里来呢？因为本帅不想做高手，本帅想做大师。你要成为大师，你不能只是拆拆装装，对不对？原理逻辑你都要搞通。那我不远千里不远百里跑到南京新起点。那我身边这位长得比我还帅的就是我们小组的带队老师恒老师。那么请问恒老师，您打算怎么把我们这一批人从高手不是从一般手培养成大师？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们的办学模式是怎么样的？介绍一下。我们新起点的教学模式是，就是说，不管你处于哪一个阶段，你是干过1-2年的这个学徒，或者从小工级别的，还是说中工级别的，还是说是这个大工级别的，我们都有这个不同的小班对应你的这个程度。你来之后，如果说你小班的话，就让这个带队小班老师去带你；中的就说让中老师去带你；中班的，我现在目前要带的是大工班，哪怕是大工，他其实他很多人他也没有这个系统的去学习过这个车，特别是对于现在这个高端车，比如说报了一些故障码之类的，很多人他没有一些诊断思路，更多的是看看通病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如果说这个故障码它不是一些通病的话，很多这个哪怕是大工，他也没有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检修思路。所以说来我们这边培训的话，第一个，如果说是中小工，你的动手能力比较差的话，我们这边有这个机械这个拆装，就是标准化的这个机械拆装。如果说像这个中大工，动手能力没问题的，就是说对这个车的电控系统包括这个机械系统你这个诊断，如果说这个没有太好的思路，没有太完善思路的话，来我们这边通过1到2个月的这个训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思路，对这个系统有一个很精致、很准确的一个把握。那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儿培训的硬核实力。这是之前里面的咱们这个小公组，咱们这个小班组都是小组的，一组大概10个人左右。然后在这边上理论，然后旁边的话就是实运车，旁边就是实运车，该拆，该测。然后现在还有几个人在这边在研究。好，这是在机械实验区，这个是宝马的这个 B18 发动机，它这个电子气门生成在 WLTRONIC 试试看吧。然后它这边全部都打散了，然后这边给大家配的这个专业工具，看到没有？专业工具包括在扭力扳手这个角度规按照原厂的这个要求规范去维修这个发动机的机械部分。这是我们拿一个新能源车，把它的电控部分全部给它拆下来，然后做了一个展架，更好了让大家去学习这个新能源的整车的这个电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实运车然后这个是宝马3系，然后这个是奥迪 A6 旅行版的，然后这个是宝马7系，这个是奥迪 Q5， 然后里面这个是宝马5系，里面还有一个途锐，进口大众途锐，这是我们的新能源实运车。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燃油车这个电控以及这个机械部分。等这个燃油车的内容学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些新能源车开到车间里面给大家去学习。这个是吉利品牌的，这个是特斯拉 Model S， 这个是比亚迪元。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这个实运车的话，就是说也有好多台，去给大家学习这个不同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技术。现在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汽车行业现在正在转型，由油车在逐渐过渡到这个新能源这个维修。所以的话就是说不同品牌的这个技术去给大家去这个教学去实训，就是说保证你们能出去之后，对在市面上这些常见这些新能源这个技术这个维修让大家可以上手。经过我们恒老师给大家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我们这里的条件也基本有一个了解了。那如果说你想要过来说一部9阴真经传授给你马上就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是不可能的来这里讲的是原理，讲的是思维，给你的是一种判断故障的逻辑不是说来了有什么公式给你照搬照抄，这个没有的。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高手了，拆拆装装没问题，简单故障排除也没问题了，想要往大师那一层晋级，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我觉得这儿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的地方。那我们恒老师呢，每天非常的阴险加引号的，给我们设置很多新奇古怪的故障，但是等这些故障排除之后，你的水平就会上一个台阶。那等我回去我们差不多是45天的培训周期，对不对，恒老师？对。那为什么我们不是15天是45天呢？我们把周期放长，把基础夯实速成班永远是不靠谱的，精工速细活。那45天之后，你们等我回来，好不好 ？OK。接着修车，放掉机油。虽然我人出去了，但是烧机油业务不能停。这特喵的就是传说的 EA888 发动机了。小瓦拉上了，活塞环对口了，拉走，让阿波师傅做清洗和更换气门导管。到一点不？好的。更换气门导管，这里用的是宝马和天然汽车配方的气门导管，全套原车配件和进口2.0的气门油封，气门弹簧进气门必须换新的。
因为原车就容易断。原车全新的指推片没什么稀奇，关键是2代粗轴带涂层的瓦，这是我这里独一份的黑科技，这玩意眼瞎全球只有我有。这次用的呢是无口不漏气的活塞环啊，是不漏气的活塞环。之前呢也买过别人家的定口微漏气的活塞环，那这个呢是我自己设计的无口不漏气的活塞环，专利已经递交上去了。之前呢我自己也设计了漏气的活塞环，但是考虑到可能跟别人有重合的地方，所以我重新推倒重建设计的这个无口不漏气的。那这个活塞环呢，日本的工程师大概在20-30年之前也有类似的这种东西啊，当然我这个跟它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那也就没有必要去申请专利了，对不对？原车损坏的机油油位传感器必须换新的。全套3代 EA888 链条，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车抛锚了。这是本帅专利的废气阀，内置撞鸣机构，双重分离，双重保证。更换一个加厚的 GTS 机油盖密封垫。实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无口不漏气活塞环带来的爆发力不是一般活塞可比。完美交车。修 EA888 烧机油啊，全国独一份就是我。那这台大众进口大众迈腾旅行车，又从上海不远千里过来找我们修。那为什么他要来这么远的路要找我们修呢？他说了，我们有5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呢，我是全国最早提出烧机油问题在哪里的人。2015年的时候，在汽车之家论坛里面就已经发了，当时还没有自媒体啊，我都是在门户类网站发的。2015年，其实是2013年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只是发表在2015年。第二个，我们用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车顶到底下，我一一给你例举。废气阀，我是有专利的废气阀，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加设一套专利的撞凝设备，双重分离、双重保障，叠加是没有的。第二个，气门导管，我用的是宝马的气门导管配方，加上天然汽车的气门导管配方，侧条的配方，你别的地方买不到的。第三个，活塞和活塞环，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因为大家听了我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活塞环上去了。但是活塞和活塞环只是烧机油的一部分，但不是烧机油的全部原因。那么再往下，大小瓦，我用的都是5代 EA888 的，3代 EA888 的瓦，虽然说你也有渠道可以搞到，但是5代的连我都很难搞到，那就不用说你了。我们修完的车子5代不烧机油，而且油门很轻，动力很猛，油耗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我才说这是独一无二，全国独一家的治理 EA888 烧机油。车辆名牌，德国制造。那为什么不用带涂层的瓦？带涂层的瓦，昨天坤哥刚测试完，
我们再观察一下，然后呢还没批量做，以后肯定都是带涂层的瓦。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用的都是原厂大瓦。这个进口车呢，咱们给它用进口 KS 的瓷片，原厂就它做的啊。上面，大瓦螺丝啊，头尾两道一定要换掉。那为什么要换头尾呢？你看这是空的，对不对？这个是空的，中间都是有辅助螺丝的，所以每次断都是断头尾。大瓦螺丝60牛米加90度，使用锂盐的活塞和活塞环，这个是合格证。活塞呢是改进版的活塞，活塞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配淡化处理的波浪油环，绝对万无一失。小瓦一直都是用3代带涂层的小瓦，以后有条件的话给你们上5代，但是5代的我现在没路子搞不到。小瓦螺丝啊，30牛米加90度，但是你直接30打完以后上60就可以了，我换算过了。这个转起来就没有那个上次摇着上咱们撕那个带涂层的瓦，没有那个涂层瓦丝滑啊。对，但是用也能用，就是也是原厂的，但是没有涂层的瓦丝滑。更换皮链子啊，这个是用来封住曲轴箱串气用的，咱们用的也是原厂件。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居然还有合格证。我们中哥正在压气门油封啊，那我们用的油封呢是进口2.0的气门油封，我认为比国产福恩的更加耐不耐用。火花塞啊，这个是原厂火花塞，我们中哥喜欢搞缸盖的时候把火花塞也搞掉。这个是铝合金的3通配浮胶圈王炸。我们中哥啊，缸盖小王子正在压缸盖。那这个车呢，咱们气门弹簧是没有换的，因为它是进口的，本身也不容易断。那咱们气门弹簧就不换了。这个强化的缸盖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峰哥把它翻过来，给广大车友们看一下啊。气门是没有换的啊，那火花塞是已经换新的了，后面是铝合金3通啊，直接往上端就行了。有位传感器密封圈，这个密封圈换掉啊。进口车的气门油封呢，啊，这进口车的曲轴后油封呢，跟3代是一样的，那我们给它用3代的曲轴后油封。温柔轻松插入啊，不能硬干进去。原厂轨道3片轨道换掉是吧？虽然说原车的轨道也还能用，但是已经磨损了。那我总希望它能再多开个200-300万公里，对不对？机油泵电磁阀换新的，1代没有，2代有啊，换成这种白屁股的就改进了。中哥就直接用手抠，是不是？在家抠习惯了是吧？那我们有没有唐缸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原厂网纹对不对？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有一圈，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原来做过免材治理的，但是手指甲抠上去还行，也抠不大出来，那就算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做了免材治理，它不照样烧机油吗？原厂平衡轴油封，原厂水泵皮带啊，这个是原厂包装带合格证。水泵皮带呢用的是上汽大众的，其实是一样的啊，没关系的。大货车的黄铜堵盖啊，买33毫米的刚刚好。水泵螺丝啊，15牛米。这一轮螺丝啊一定要出螺纹胶，而且不能是那种杂牌螺纹胶，必须得是热碳焊膏的，跟生产线上同款的螺纹胶。完美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更换原厂水泵，原厂气缸垫，上缸盖。那我这个车呢是没有打缸垫胶的啊，只要缸没烂掉，面没烂掉，我们都是不打胶的。除非是麻麻赖赖的，那没办法。缸盖螺丝啊，原厂是40牛米加2个90度，但是我们这个螺丝2次利用的，你第一遍打60，第二遍打100，绝对没毛病。这一道磨的有点狠哎，2000号砂纸撸一下，不要那么割手。条子，它这个机油散热器为什么要换呢？里面流量不大啊，就是过水量小了。对啊，这液压顶筒坏了一个啊，上去吧。更换机油散热器啊，水泵、机油散热器都是新的，发动机的机油温度给它降下来。烧机油啊，你们不要老盯着活塞环，机油温度它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凸轮轴啊，看到没有？我们只能用2000号的砂纸给它撸一下了。这个拉伤是没有办法的啊，除非你换凸轮轴。像这个瓦盖看到没有，都拉伤了。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理解成是凸轮轴的轴承座。那拉伤，我估计厂家也是故意这么设置的，因为拉伤以后你们可以去买新的，对吧？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呢，这个地方应该跟曲轴大小瓦一样，搞一片瓦，瓦拉掉了，咱们换瓦就行了，对不对？给车主节省成本。但是对不起，没有办法做到。更换全新的喷油嘴，4个都不换吗？换一个，只换一个是吧？3缸缺缸，喷油嘴击穿了。有条件的话啊，最好是换4个。机油主阀密封圈啊，改成浮胶的。气门室盖螺丝呢，15牛米拧紧啊，也不用什么8牛米加90度了。进气气管到位，拿出来。我们中哥手上的这个呢，就是兄弟专利的废气阀啊，内置撞凝机构，在不改变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增加一套分离设备，双重分离、双重保障，这东西是有专利的啊，别家没有。这根凸轮轴怎么了？这外面这一圈气号跟中间这个三角是有一点偏差的，有一点偏差是吧？对，现在是没动过的。那提前跟客户讲要不要换，是这意思吧？对。徒手推入啊，凸轮轴往下。全套3代11888的链条系统啊，绝对万无一失。
大密封垫呢，给它换一个啊。为什么要换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容易漏油，原车那个老化了又太薄，改个 GTS 加厚的。那个姚子，这个变速箱散热器拆掉，下面两个密封圈给它换掉。没漏要预防啊，这东西很容易漏的。现在没漏，这万一开回去开个1年2年的漏了，那车主心里不舒服，对不对？原厂变调盖，那有条件的呢就换盖总成，如果没条件的呢换曲轴前油封啊。但无论怎么说，要么就原厂的，要么就原厂配的，是不是老化掉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硬了？来上去吧。这个密封圈很容易漏啊，漏了以后油就会漏出来，所以一般是 DQ250的变速箱，我都建议大家把那个圈给我换掉。这个高压棒这么快就装上去了，钟哥，给它换一个密封圈吧，修理包换一个。虽然说它现在是没漏，这么多公里数了，预防性维修啊，对不对？我们替车主多着想一下，是不是？钟哥还有感觉吗？没感觉，我没听到，没感觉了是吧？都喜欢紧的是吧？你也喜欢紧的是吧？用力，是不是很紧啊？紧就对了，不紧它不密封啊，是不是？机油子套管呢换成铁的，这是国产迈腾的，原车那个塑料的很容易坏。然后呢，这个水泵铁水管也换成铁的，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坏。机油压力感应塞啊，那为什么要换呢？因为我碰到过好几次，来的时候好了，拆过以后开出去机舱漏油了，吓死人了。原厂全新的发电机皮带张紧器啊，转过来，紧不紧？紧。上涡轮增压器，钟哥是涡轮小王子啊。高压油轨的燃油压力传感器啊，本身就报故障了，进口车特别容易坏，反而是国产的质量好，你换成国产的就不容易坏。辅助水泵的双胞胎水管也换成铁的，原车是塑料的。机油滤芯25牛米，全新的发电机皮带，大众原装的啊，6PK1117的。这个链条吸盘很容易漏油啊，长在这个位置，就是顶这个 VVT 阀用的。那厂家呢，针对这个情况，他也做了改进，现在出来的这种呢，中间带个隔环，目的就是把机油隔开，插头里面不容易被击穿。然后呢，这个地方想要不漏油啊，密封圈加粗用浮胶的，尺寸是内径18，线径2.65啊，你们都记好了，下次不要再问我了。钟哥为什么要换你知道吗？漏油了是吧？好，换一个皮尔伯格的断路阀，原厂就他做的，来上去吧，钟哥，来洗一下，油给他洗一下，洗过了。车主说啊要换变速箱油，那咱顺便把它这个塑料壳也给它换了，换这种铝合金的，然后呢把里面的这个滤网换掉，换油不换滤等于洗澡不换内裤，这句话最早是我说的。然后呢换一个铝合金的，那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漏了，对不对？发动机总装完毕，钟哥把3元催化装上，咱们就准备进入机舱了。那这个发动机修出来，你们觉得够不够完美？来，你放吧，我来给你看。发动机进去喽。上元宝梁，那这个时候元宝梁咱没动其他东西，就给它换了2根小吊杆，连稳定杆都没换啊。好的就不换了。然后呢，虽然说是进口车，你看它那个摆臂单层冲压的啊，难怪姚厂长要喷，是不是？这个地方呢是球笼防尘套甩出来的油啊，看到没有？内球笼都给它换掉了，你看那个破掉了，油甩的到处都是，来再给洗一下吧。来看一下变速箱油黑不黑？这么看是不黑了啊，但是放到这个里面呢，那就黑了。这个变速箱油啊，你可不能跟机油比啊，你要跟机油一样黑就完犊子了。十字油都是黑色的啊，那大家肯定要说了，那新的是什么颜色的呢？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新的是什么颜色的。那这个黑的又是为什么黑的呢？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是时间久了以后氧化了，第二个是里面有2组摩擦片磨下的粉。那我们用的变速箱油呢，这个是原厂的变速箱油啊，这个油是专车专用的。然后呢，倒点油进去，给它洗一洗啊，头上那一段不要了，之前别的车加过的。先加个5升啊，5升加完以后发着以后看，如果观察孔没有油流下来，再接着补。我估计是5.5升，因为加这么多次了嘛，它原来是偏少的。同样都是透明的容器啊，新的跟旧的油对比，你们说要不要换？啊？不会的，打吧。然后呢，给它打进去啊，滑滑的。接管接线，马上就可以启动了。但是今天这个车好不了，为什么呢？大灯拿去翻新了，今天好不了。加，我们也使用负压法加防冻液，好处就是不怎么需要排空气。我们用的什么防冻液呢？德联的防冻液，就是奥迪出厂的防冻液。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不要说什么大铁桶散装机油，说这个话都很 low 的啊，很无知的。这个叫做桶装机油。然后呢，其实分罐中心就是机油厂的分罐中心，换成小桶装的卖给你们，道理也是一样的，也是从大铁桶里面分罐出来的。那我们用的是德联的 5W40 的机油，如果你要购买，也可以买我们这种小瓶装的，油品是一样的。机油加6升啊，是吗？先别这么说，机油加6升，平时保养加5升，发动机出装加6升是空的。新的灯罩到了，我们用的是这种原厂双色的灯罩，透明的、黑的、双色的。像差的那种的话，这里黑色是喷漆的，那种就很差。打了进口胶啊，质保终身不漏水。应车主要求，把灯改了啊，改成双光透镜的。
像这个缸盖的声音就有点偏大，就是因为拉伤的太厉害了。这个呢是魔圣啊，就是陶瓷保护剂，加2瓶进去看一下会不会好。跟牙膏一样，希望有用啊！再来一支，洗2支，我想应该就够了吧？再调试了啊！白天都这么亮，平得很，现在调的。上高速试车，出来试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油耗啊，等一下会慢慢往下掉。上高速的时候呢，油耗清零。改过大灯之后呢，升级过大灯之后，双方拓进啊，非常的给力，晚上一片光明啊。现在的油耗到6.3了，看能不能往下降。现在呢，下高速啊，油耗已经到6.2了。如果继续开呢，还能往下掉，估计能掉到5字头。但是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明天就让我小舅子接着开，接着试，我就试到这里了。试车归来，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啊！这个车动力也好，油耗也好，我都非常满意。唯一有点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啊，因为它这个缸盖有磨损，这个是不可逆的。那昨天呢，我给它加了2只魔圣进去，我出去跑了一圈，声音好像比来的时候稍微小那么一丢丢，但是声音我觉得还是偏大。那等一会儿呢，钟哥你把这2只也给它加进去，好吧？4只全部给它加进去，我友情赞助它啊！回去以后好好保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那很多人说呢，超级全合成好是好，但是价格稍微有点小贵。那这个呢，平替版本啊，也是德联的，属于简约版啊，5W40的，但是里面也有 PAO， 只是 PAO 的含量没有超级全合成那么高，运用也是不错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缸内直喷的发动机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不是缸内直喷的可以不用。维修手册可以自己去查啊。G17，大众奥迪叫 G17，奔驰宝马呢不叫 G17，但是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巴斯夫代工的燃油添加剂。做到这些之后，你的车将原力烧机油。好了，这一期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车爱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完美交车。咱们南京车友的大众迈腾烧机油啊，多少公里烧一升机油啊？1000公里一升啊，苦不堪言。反正加机油加的老熟练了，还好这个机油不是2桶油产的，不然的话咱们交了汽油税，还要交机油税。那这次呢，通过专业的维修，一次性给它搞定，而且不光要搞定烧机油，还要把它的各种缺陷都给它解决掉，还让它开起来非常的省油啊！不光省机油，还要省汽油，搞定了。准备开整，这几天我去南京培训了，刚好这个视频又是南京车友的，真是缘分呀。实表公里数啊 2.0T 的迈腾 B6， 这个没有故障啊，这是好现象。这是好现象。这个就跟我们当年我在奥迪的时候那08、07那个车是一样的。雨刮水壶漏水啊，雨刮水壶漏水，要自行给它搞掉。这个里面都可以养鱼的，哎呀，看到没有，都是水，水都淹到这里了。先来把灯挖走，去翻新，不耽误事情啊。正在做油漆，油漆做好了，把锁块换掉。大灯装掉，南京车友的迈腾发动机烧机油大修准备开始。来吧，这个迈腾我们抓紧时间拆了啊，油离壳都已经烂掉了，我操！防冻液壶给我发一个，好像它碎掉了。这根连铁水管的小的这一段水管给我弄一个。这个发电机的后盖啊，缺了一片。就算不漏，这也已经废了，扔了吧。这个上面的这个支架没有，对吧？没有。这根管子也要一个啊，要。来看一下，哪里拉掉了？这个，你翻过来，你这样我怎么拍得到？啊，里面一塌糊涂，防冻用的太差了。散热器扔掉不要了，换掉吧。这螺丝就没用了啊！拿着，这个瓦已经烧掉了，它不是拉掉了，这就很严重了，好吧？缺机油。看一下有没有对口，快对口了啊！快对口了。2，看一下有没有对口。3，快对口，又快对口了。那再看一下有没有对口，完全对口，直接就对上了，看到没有？4，第4个，来。有没有对口？这转过来，再转啊！这个好像没对，这个没对口。好，洗洗刷刷，洗洗刷刷，搞卫生。
进气门废了3根啊，换3根。气门油封咱们用进口的，更加耐用一些，拿走。进气门的弹簧啊，只是进气门，不是排气门。进气门的弹簧用进口的，它不容易断，拿走。铝合金的3通啊，这个支架被人扔掉了，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它找到的。拉过来吧。30牛米，拧紧机油喷嘴。使用改进的活塞和活塞环啊，这个活塞跟活塞环都是锂盐代工的。使用带涂层的小瓦会更加的耐磨耐用。啊，30牛米啊，算90度，90度。搭配2个原厂螺丝啊，一模一样的。能不能一次插入啊？不错。这个一定要涂螺纹胶啊，不涂螺纹胶会漏油的。进口大众的水泵啊，3片叶子的，比国产大众的更加耐用。上去呗。密封圈啊，一定要换成耐油耐高温的浮胶圈。60牛米。大众原装的火花塞啊，下去吧。30牛米。啊，下一个。这个进气气管的孔啊，看到没有？螺丝已经划丝了，牙纹都没了，那给它修复啊，镶个套上去啊。这样修复好的螺纹呢，比原来的螺纹强度更高。15牛米啊，按规定力矩来紧。这一款就是我们自己设计有专利的废气阀，在原厂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套撞凝设备，双重分离、双重保障，上去吧。这个阀坏掉了啊，换一个皮尔伯格的，它里面漏油了，内漏。这种老的呢是橡皮头的，这种新的呢是塑料头的，橡皮头的容易坏，塑料头的不容易坏。点火线圈一定要涂活水膏啊。这个盘就不能用了啊，这个地方被油封磨出来这么深一条沟，会漏油的，换掉吧。这个盘呢，原厂就是可迪克配套做的，所以我们直接拿一个可迪克的，就是原厂配套的。这个曲轴飞轮螺丝啊，上面有个密封圈啊，一次性的一定要给它换掉。盘呢都还好啊，就是这个烂掉了，这个烂掉的吊杆啊，咱们也给它换成改进版的啊，不容易坏。都已经要到底了啊。新的发动机机脚啊，建新的，现在的大众车的配套厂家。变速箱机脚原厂的。之前那个水壶呢，这个嘴烂掉了啊，咱们给它换一个。那个大灯呢翻新好了啊，这个保鲜膜都还没撕掉啊。它原来的大灯呢，这个面已经糊了，给它换2个面。快递刚到的啊，这个发电机后盖终于好了。我这个人是个力求完美的人，这种不完美的东西了，我看的是很难受的。现在咱们把这个发电机给它装上去啊，这个后盖终于是好了。全新的皮带，发动机装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合影留念。比个耶，不用比耶了。马上下班了啊，同志们，把线管接好，油水不用加，明儿继续啊。好，使用1汽奥迪原装配套的 0W40 全合成机油。使用原厂防冻液啊，这个车之前用的是杂牌防冻液，等一下还要给它循环一下。6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啊，不要忘记。拿掉。这个雷达模块呢 ，4S 店跟他说进水了，必须要换掉。之前是雷达一点用都没有，它这个模块已经进水了。要装好以后呢，有反应了，它现在报故障了，要报蜂鸣器的问题，那蜂鸣器还得换。经过我们3天的艰苦奋斗啊，这台毛病多多的大众迈腾已经彻底搞定了，不但烧机油的问题也解决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漏油的地方也全部搞定了，变速箱也搞定了，大灯白内障也搞定了，反正通通都搞定了啊。那么回去之后，好好的保养，按时更换机油，使用合乎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啊，不光是全合成，要合乎规格。5W40 或者 0W40 的 A3B4 的机油啊，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啊，做到了这些，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那么修完这一台之后呢，我要去减肥了啊，作品我会定期更新，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啊。但是如果要修车的，提前跟我讲，我不在，店里面的兄弟都还在，好吧？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车爱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再见。